各位村民注意了，各位村民注意了！村西头的返乡人员下地狱说出过年好，现在已经被嘎了。听到广播的村民迅速到村顶文化广场蒸肉，重复一遍。杨伟被鬼嘎死了，他现在是……纸条的消息是从哪里得到的？你的目的是什么？我嘎了鬼，所以我知道。伟哥，小树不修不直溜，人不修理跟啾啾，怎么了？小七。只见堂哥和胡建言他们打在了一起，一会功夫胡建人就被打飞了出来。刚刚踏进村子的那一刻，我收到了一条短信，请遵守好这24条规则，在村子里坚持到初一结束，坚持不住就会死。规则1，不要对村里任何人说过年好。规则2，村里没有红色大门。规则3，不允许睡懒觉，每天早上7点之前必须起床。规则4，自己的家中是安全的，半夜不要出门。规则5，有变态嘎人狂出没，请注意安全。规则6，可以向变态嘎人狂说过年好，会有好运发生。规则7，大年初一不许聚众拜年。规则8，必须收到所有亲人的压岁钱。规则9，亲人里或许有变态嘎人狂。规则10，谨慎一切向你要压岁钱的人，包括孩子。规则11，村里有人在规则之外。规则12，保护好规则之外的人。规则13，有问题找村长。规则14，不要喝村长倒的水。规则15，不要轻易相信任何原住民。规则16，文化广场可以自由活动，但广场也对变态嘎人狂开放。规则17，尽量找到伙伴一起坚持，人多力量大。规则18，鬼会说谎话，并且只会说谎话。规则19，晚上不要抬头看天空。规则20，变态嘎人狂和鬼不会在一张桌子上吃饭。规则21，母亲不会害自己的孩子。规则22，变态嘎人狂和鬼可以嘎人，也可以互嘎，人可以嘎变态嘎人狂，但不能嘎鬼。变态嘎人狂和鬼同类之间不能相互残嘎，人可以。规则23，被鬼和变态嘎人狂嘎死的人会变成鬼。规则24，初一晚上12点，带着规则之外的人准时驾车离开村庄，游戏结束。神经病，好不容易过年回家放松几天，居然收到这样荒诞恶毒的诅咒。发送这条短信的人是不是脑子被驴踢了，还是被门夹了？哎呦，大儿子回来了。母亲突然走了出来，看到母亲那有些比去年更显苍老的脸，我鼻尖一酸，差点落下泪来。妈，过年好，儿子。母亲摸着我的脸，责怪我比去年瘦了太多。我正要回答，突然想起短信的内容，不要对村里任何人说过年好。因为我记者工作的特殊性，就算不相信短信内容，也不免有些警惕，于是硬生生咽下卡在喉咙里的3个字。就在这时，村头的大喇叭突然响起，各位村民注意了，各位村民注意了！村西头的返乡人员下地狱说出过年好，现在已经被嘎了。听到广播的村民迅速到村里文化广场蒸肉，重复一遍。大喇叭的内容让我目瞪口呆，而母亲听到广播后，已经兴高采烈地回屋，拿出一个大盘就要往文化广场走。我急忙拦住她。妈，你听到广播里说什么了吗？母亲转头留给我一个诡异的微笑。听到了，村广场嘎猪分肉，让我们去拿。我们来到了村文化广场，此刻广场已经围满了人，大家围在广场中心的案桌，案桌上有一个人，此刻已经被大卸8块。看到这一幕的我，脸色变得苍白，跑到一个角落，狂吐不止。此时的角落同样有几个人正在呕吐，我吐完后发现这几个人大多我都认识，他们是我从小玩到大的发小。送人头，范建、杨伟，谁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范建此刻有些崩溃，案桌上被嘎的下地狱同样是我们的朋友。就在不久前，我们还在微信群里联系，约定这次过年回家好好聚一聚，没想到就此天人永隔。杨伟凑过来，神神秘秘地说道：大家也都收到短信了。下地狱就是因为说出那3个字才被嘎的，所以只要遵守规则，应该就不会出事。今天是腊月27，距离初一还有5天，只要我们遵守规则，小心点，应该能安全度过这几天。这时，有个穿戴时髦的男人走过来说：大家好，我是胡建人。规则说尽量找到伙伴一起坚持，人多力量大，而且大家都是归乡人员，同时也都是收到短信的人，所以比起现在正在广场分人肉的原住民，我们显然更亲近一些。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去村里打听一下，看看今年到底有多少返乡人员，把大家团结在一起。这个提议显然深受大家认同，杨伟举手建议：
那我们就由广场为界，兵分4路，挨家挨户去打听。说干就干，宋人头和杨伟还有刚认识的胡建仁，我们4个人向不同的方向追查。至于范建，他的情绪不稳定，我们让他留在原地休息。我向东边寻找，依据我的记忆，东边大多数的是老人，返乡人员应该很多，只有返乡人员收到短信。我边走边拿出手机复习规则，不要轻易相信任何原住民。也就是说，可以相信，也可以不相信，带来的一切结果，无论好坏，都要自己来买单。据此反推，原住民可能是好人，也可能是……我不敢继续想下去了。小七，过年好，刚回家呀。王奶奶过。多赖咪，好险啊，差点就说出那3个字，你好。外边这么冷，怎么不回屋啊？屋里太冷，我在门口暖和一下。外面的天气零下10几度，他却说在外面暖和。我不敢再接话，快步离开，因为我想到了短信中的一条。鬼会说谎话，并且只会说谎话。鬼是什么，在短信中没有体现，但是这个字眼往往象征着不好的东西。王奶奶可能是鬼。我在心里偷偷地记了下来，短短2个小时，我就跑遍了村东头几十户人家。大概有7个返乡人员，2对小夫妻1个孩子，2个和我一样的独身返乡人员。他们都老老实实的躲在家里，想一直在家待到初一。有这种念头不奇怪，毕竟规则中有这一条，自己的家中是安全的，半夜不要出门。但这条规则，我认为是所有规则中最矛盾的。家是安全的地方，如果待在家里就能避过一切，那为什么要设置其他规则？所以家是不安全的，但规则说家是安全的，这样一来就矛盾了。除非是有什么东西能够吸引或逼迫你出家门，这样一来既没有违反规则，又能避免规则漏洞。我把自己的猜想告诉过他们，可他们大都嗤之以鼻，我无可奈何，毕竟这些也只是我的猜测。回到了村广场，此时村民们都已经分完肉离开了。小七，你统计完了吗？我那边都统计好了。刚才看到我的父母拿着下地狱的一条大腿，兴高采烈地回了家，现在我该怎么办？外面太冷了，规则里说家是安全的，你还是回去吧，记住别吃饭桌上的肉就好了。我们说话期间，其他人也陆陆续续的回来了。宋人头身边跟着一个抱着孩子的妇人，胡建仁带着2个男人，一个戴着眼镜，一个满脸横肉。杨伟带的人最多，男女老幼一共来了6个。我们4个计算了一下，今年全村的返乡人员大概有42人。除去已经死亡的下地狱，还有41人愿意抱团的，加上我们几个，一共15人。其他人就秉持着死守在家，坚持到初一的念头，说什么也不出来。我无奈叹气，谁也不知道自己选择的方向是否正确，但是不到最后一刻，我们最好不要放弃。直到现在，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都不知道未来5天会残酷成什么样子。我们15个人约定，严格按照规则来做，同心协力，坚持到底。以后我们每天中午都要来到广场，各自汇报情况。宋人头提议道，我们纷纷赞同。之后又闲聊了一会，一个老人吸引了我的注意。老人是杨伟带来的6人之一，叫陈二狗，62岁，是在场年纪最大的人，常年在外漂泊，年底回乡祭祖。吸引我的是他说的一句话：到了初一，一切真的会结束吗？荒诞的规则，诡异的村庄。这个问题抛出来，所有人都沉默了，没人敢打包票。我们从心底愿意相信，初一就是一切荒诞结束的时间。但事实如何，谁也不得而知。我和宋人头很有默契地对视一眼，我们是脾气最相近的2人。这一刻，我们心中都有了相同的决定，打破规则。关注小七，下集更精彩。我们按照约定分别离去，我和宋人头、杨伟、范建3人一起去我家。因为我们是发小，所以回彼此的家中过夜并不稀奇。路上经过一户人家的时候，一个衣衫褴褛的人流着鼻涕，笑着冲我们挥手。他叫苏老六，是个傻子，他也是我们小时候的玩伴，但是9岁的一场高烧，把他烧成了现在的模样。他的记忆永远停留在9岁，所以对我们这些幼年的玩伴记忆深刻。苏老六不冷吗？快点回家去。小时候和他关系最亲近的杨伟担忧地说，
苏老六嘴巴咧得更大了，哈喇子顺着嘴角淌了下来。他幼年丧母，只有一个酗酒的父亲，平常也不管他，所以他日常的吃穿只有靠我们几家的长辈来帮助。我轻叹一声，上前拉起苏老六的手。现在的村庄处处透露着诡异，正常人都不一定能活下来，何况他这个傻子。所以我想把苏老六带回家，和我们这些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待在一起。其他几位小伙伴心有灵犀，我们默不作声的一起离开。回到家中，母亲已经做好了饭，蒸的米饭，炒的青菜，熬了满满一锅的肉汤。汤里的肉是……我们几人心知肚明，强忍着恶心，就着菜吃米饭，谁也没碰那锅肉汤。母亲有三高，已经戒肉多年，但奇怪的是，苏老六也对那锅肉视而不见。就算母亲把肉夹到他的碗里，他也全部夹到桌子上。我们几人互相对视，眼中都闪过疑惑。饭后我们几人在我的房间聊天，我问苏老六，刚才你怎么不吃肉呢？人肉，嘿嘿，不吃人肉，我害怕。这句话使我们大感意外。苏老六作为村庄的原住民，从喇叭里听到的应该是猪肉才对，他怎么知道那是人肉？我急忙捉住关键问题询问道，老六，你告诉我，今天下午大喇叭里说的是什么？嘿嘿，喇叭嗡嗡响，说下地狱分人肉。我的脑中瞬间轰鸣一声，村里有人在规则之外。其他几人也想明白了这点，一时间难掩心中的激动。苏老六是规则之外的人。杨伟狂喜出声，我赶紧捂住他的嘴巴。正在这时，门外传来一阵响动，母亲的声音也在此刻传来。这孩子怎么跑了？我赶紧冲到院子询问母亲，刚才有谁来过？母亲说，是一个叫胡建仁的孩子，说是来找你商议事情，可是突然就急急忙忙的跑了。我的眉头瞬间皱起，回到屋内，我和他们说起这件事有古怪。宋人头摸着下巴说，为什么听到苏老六是规则之外的人就跑了？规则说要保护规则之外的人，按理说找到了规则之外的人，他应该高兴才对。除非他本身目的和我们并不相同。此时的我也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。如果胡建仁的任务和我们相反，那他只能是变态嘎人狂或者鬼。规则中说，人被变态嘎人狂或者鬼嘎死后会变成鬼，也就表示死去的人会以鬼的身份重新活过来。大家点了点头，表示认同。他又说，下地狱被原住民嘎死，嘎死他的不是鬼和变态嘎人狂，所以他不会复活。但同时也告诉我们要小心原住民，不止原住民，也要小心归乡人员。我的脑海中闪过了胡建仁，也就是说，现在所有人都有可能是鬼或者变态嘎人狂。有麻烦了大伙。第二天中午，我们一行人按照约定来到了广场集合。临行前，我拿上了我一直收藏着的弹簧刀。走在村里的大路上，突然我发现路上所有的人都在看向我们，眼睛一眨不眨的停留在我们几人的身上。这种诡异的氛围让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范建捂着嘴巴跟在我身后瑟瑟发抖。保护好规则之外的人。我们把苏老六围在队伍中间，来到了文化广场。胡建仁和昨天他带来的2个人早就等候在那里了。看到我们来了，胡建仁热情地和我握手。手松开后，我发现手里多了张纸条，我不动声色地缩回手，把纸条放进口袋。这时候其他人都陆陆续续地赶来了，没有人缺席。昨晚有谁遇到了什么特殊的事情吗？所有人都摇头。我和宋人头对视一眼，示意他继续和大家交流，而我则默默地走到角落，拿出了胡建仁给我的纸条。杨伟被鬼嘎死了，他现在是……看到上面写的话，一股寒气从我的背后蔓延到头顶。你在看什么呢？一个声音突然从我背后响起，我急忙转身，正迎上杨伟那张笑着的脸。哦，没看什么。我强装镇定，把纸条收回到兜里。快点过去参与讨论，听下大家的建议，看下有没有什么线索。杨伟撇了撇嘴，转身离去。我突然叫住他，伟哥，小树不修不直溜。杨伟转过身，一脸疑惑地说，人不修理跟啾啾，怎么了，小七？
干什么？小七，你疯了吗？一顿输出之后，看着杨伟我笑了笑。你先过去吧，我就想看看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小时候的游戏。被鬼嘎死的人会变成鬼，鬼只会说谎话，杨伟没有说谎话，所以他不是鬼。所以胡建仁纸条的内容是假的，胡建仁不可能不知道规则，也不可能不知道我会去试探杨伟。那胡建仁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？而他又到底是什么身份？不管他是什么，我觉得都有必要接触一下，看下他葫芦里到底卖什么药。我走到胡建仁面前，把他拉到人群的一边。纸条的消息是从哪里得到的？你的目的是什么？他直视着我的眼睛，笑着说：我嘎了鬼，所以我知道。不对，又是这种矛盾，人嘎不了鬼，变态嘎人狂可以嘎鬼。按照规则，我认为变态嘎人狂是最危险的，因为变态嘎人狂的目的很可能是嘎死所有返乡人员，所以变态嘎人狂不会轻易暴露身份。胡建仁了解规则，但是却说出这种一眼就能看穿的谎话，那他的身份呼之欲出，胡建仁是鬼。他正在用这种说谎话的方式让我猜到他的身份，他的目的是向我传递信息。我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，他四处望了望，然后叹了一口气。现在不方便说话，明天晚上我们不要在文化广场见面，到时我会告诉你我所知道的一些事情。胡建仁说这句话是谎话，所以他约我明晚在文化广场见面。到了第二天晚上，我告诉其他几个发小，我出来办点事，除了宋人头有些诧异，别人都没说什么。因为纸条的事情，我特意留心了一下杨伟，发现他没有什么异常。天刚蒙蒙黑，我就来到了文化广场。我没想到胡建仁早就已经在那等着我了。你想告诉我什么？小七，我告诉你几条新规则。新规则？我的眼底闪过疑惑。鬼可以重新变为人，方法是被变态嘎人狂嘎死，或者嘎掉一个人，从人变成鬼后觉醒更多规则。而规则里面的最后一条，初一那天只能有一辆车离开，必须带着规则之外的人一起走。听到这几条新的规则，我眼中的疑惑更深，我没办法相信一个鬼讲出的话。胡建仁笑得更开心了。小七，你可以完全相信我，因为现在我已经不是鬼了。说罢，他打了个响指。阴影里走出来戴着眼镜的男人和一脸横肉的男人。一脸横肉的男人气势汹汹地说道：他没有嘎我。我瞬间反应过来，这句前后不着调的话是谎话。如果胡建仁说的规则是真的，那他应该是嘎掉了这个横肉男，重新变回了人。每个人变成鬼都会知道一条新的规则，这里有3条规则是我们3个人的。我看向眼镜男，原来他也是一个鬼。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？如果真按你说的，初一那天只能离开一辆车，那我们应该是竞争关系才对。我质疑他说，他摇了摇头，神情有些落寞。3人转身离去。你们要去哪里？去找嘎死我们的变态嘎人狂报仇。你们知道他是谁吗？答案在你的纸条里。看着3人离去的背影，我拿出纸条。杨伟被鬼嘎死了。杨伟被鬼嘎死了。我看了很久，却百思不得其解。对了，如果杨伟被鬼嘎死了，这是一句假话，那真话可能就是鬼被杨伟嘎死了。不对，人嘎不了鬼，所以杨伟可能是变态嘎人狂。我被这个猜想吓到了，怎么也不敢相信。这所有的一切也都是胡建仁一人之言，不能完全相信。尤其对真假话的解读，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。杨伟没有被鬼嘎死，这句话也是成立的，并且和杨伟被鬼嘎死了这句话是矛盾关系，更趋近于正解。就在这时，范建突然出现在广场的尽头，他气喘吁吁，看到我后边哭，边向我跑来。小七，快回去，苏老六快被勒死了。是谁干的？是不是杨伟干的？他使劲摇头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好半天，他才从嘴里哆哆嗦嗦挤出几个字：是宋人头。在你离开后，宋人头就变得很奇怪。他先是找借口把我和杨伟支了出去，说要单独询问一下苏老六。但是我们出去后不久，就听到了屋内桌椅翻倒的声音。我们冲进屋后，发现宋人头正在勒苏老六的脖子。杨伟冲上前和宋人头扭打在一起，而我则趁机拉着差点被勒死的苏老六逃了出来。那苏老六呢？他这才想起来，苏老六是个傻子，急忙回头寻找，可身后哪里还有苏老六的影子？经历了这么多事，跑出来以后慌不择路，无暇顾及苏老六。老六他
他一直跟在我身后，怎么忽然不见了？这也符合范建的性格，如果他表现得很镇定，思考得很周全，那更值得被怀疑。没关系，我们一会再去找苏老六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声音突然从远处传来：小七，快跑啊！我抬头一看，发现是宋人头。此刻的他浑身是血，手上握着一把2米长的关公大刀。范建吓得尖叫，我下意识拉着范建就跑，宋人头在身后紧追不舍。广场很小，就在我和范建要跑出去的时候，前面突然出现了一个老人。小七啊，去我家吃饭吧。是陈二狗。此刻的陈二狗不再是那副和蔼的模样，而是一脸阴沉恐怖的表情。我和范建从他的身边跑过，他的脑袋突然180度旋转，然后怪叫着追向我们。陈二狗也变成鬼了，只见他倒退着跑得飞快，单薄的后背上方是一张扭曲的脸，嘴巴里不停地说着：小七，去我家吃饭吧。我拉着范建没命地跑着，路过一户人家大门半掩，我想都没想，急忙推开门跑进去，直到现在已经快要虚脱的我才有机会喘口气。就在这时，范建突然面露惊恐，他指着大门哆嗦着说道：门是红色的，村里没有红色大门。我瞬间从地上爬了起来，拉着范建就往外冲。刚才有一瞬间，我已经感受到了来自死亡的威胁。我不知道红色大门里有什么，我只能不顾一切地跑出去。直觉告诉我，红色大门里的东西比鬼更可怕。出门的时候，我被门槛绊了一下，狼狈地趴在了地上。我的眼前是一对脚后跟，我抬头去看，却看到了陈二狗的脸。小七，去我家吃饭吧。我挣扎着站起来，掏出弹簧刀，一下扎进陈二狗的后心。陈二狗仰头倒地，脸上带着解脱的笑意。小七，你没事吧？宋人头也在此时跑了过来，我挥着刀指向他，眼中都是血丝。我怒吼道：你给我滚远点！宋人头指着我的脸，大声问道：你怎么了？你看看我，我是宋人头啊！宋人头到底是什么？现在我的脑子里很乱。我的脚边就躺着陈二狗的尸体。就在此时，我的腰间突然一痛，我低头去看，发现我的腰上扎了一把刀。我竭力抬头去看，拿着刀的人居然是范建。我扑倒在地，不省人事。等我再次醒来的时候，我发现我正躺在自家卧室的床上，身边是杨伟，正在一脸担忧地看着我。我想挣扎着坐起来，却发现腰间疼痛难忍。别逞强了，再差1寸，你就剩一个腰子了，快躺回去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你已经昏睡了一整天，今天是除夕，你被抓的那天是前天晚上。宋人头和范建都失踪了，不知道谁把你放在了家门口，再晚一会发现你就流血流死了。前天我出去以后，房间里到底出了什么事？那天晚上我出去以后，宋人头把他们都撵了出去，然后用绳子差点把苏老六勒死。等他们发现以后，范建突然像疯了一样，用剪刀把宋人头捅伤，然后拉着苏老六就跑。宋人头也拾起家伙冲了出去，之后杨伟追了出去，在一捆柴堆里找到了瑟瑟发抖的苏老六。这些话和范建对我讲的有些出入，但更符合我看到的场景。目前宋人头和范建都失踪了，福建人3人又都变成了鬼，敌我不明，好像所有的事情都朝着不利的方向发展了。苏老六此时推门走进来，我看到他脖子上有青色的微痕。你看我干嘛呀？没事，我是在想明天怎么去拜年呢？大年初一不许聚众拜年，必须收到所有亲人的压岁钱。就我现在这情况，腰子都差点少了一个，明天怎么办？大年初一，母亲担忧我的情况，于是自己单独出门拜年。到了9点左右，已经挨家挨户拜完年的杨伟进了我家，我强忍着剧痛下了地，由他搀扶着我出去拜年。一上午，我逛完了所有亲戚的家，使出浑身解数要到了压岁钱。我紧握着压岁钱，好像捉到了救命稻草。靠北，范建这一刀扎的可真不轻啊，老命差点没了。我全身的重量压在了杨伟身上，他不停地抱怨着。我嗯了一声，没有过多回答，他又说道：该回家了吧，我快累死了。去村长家坐坐，我想看看能不能从他那里获取点什么有用的线索。村长家里很热闹，很多乡亲来拜年。新年快乐，红包拿来。我们刚踏进门口，一个小孩子就拱着手跑到我面前。我下意识去掏钱包，却看见孩子脸上露出一个和陈二狗一样的诡异笑容。
谨慎一切向你要压岁钱的人，包括孩子。我急忙把手从口袋里缩回来，孩子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。我再次试着去掏压岁钱，孩子又笑了起来。我又缩回来，孩子脸上笑容再次消失。孩子破口大骂道：没钱就别掏了，实在不行，你给我磕一个，我给你压岁钱。确实没带，下次吧。打肿脸充胖子，你个老六！这时，村长从屋里走出来，拿起木棍就打向孩子，嘴里骂骂咧咧：小王八蛋没规矩，还不赶紧把客人请进来！我和杨伟进了村长的会客室，村长给我们每人倒了一杯茶，笑着让我们尝尝。我拿起茶水刚要喝，忽然茶水倒映出杨伟的脸。我费力地伸出手，搂住杨伟的肩膀，轻声说道：过年好，杨伟。杨伟瞬间张大嘴巴，呆在原地动弹不得。还愣着干嘛？快动手！杨伟真的是鬼，我一直以为是福建人骗我，没想到他说的是真的。村长，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你说吧。告诉我，变态杀人狂和鬼之间所有的运行规则。村子里有3个变态嘎人狂，9个原始鬼。变态嘎人狂的任务是嘎掉所有反村人和规则之外的人。鬼的任务是让更多人或变态嘎人狂变成鬼。原始鬼嘎掉的人变成了鬼，被称为假鬼，目前数量不明。假鬼会随机觉醒一条规则，被变态嘎人狂嘎掉的人和鬼会变成变态嘎人狂的奴隶。只要变态嘎人狂死去，奴隶也会随之死去。只要人变成鬼，那就再也走不出这个村子了。村长话里很多条，我其实已经猜中了。我艰难地起身告别村长。我想我已经找到破局的方法了，巨大的孤独感包裹着我。尽量找到伙伴，一起坚持，人多力量大。可我现在连一个亲近的人都没有了。目前宋人头失踪，现在我已经可以断定，宋人头绝对不是坏人。范建可能是鬼，也可能是变态嘎人狂。而至于杨伟，我根本没告诉过他伤口是谁刺的。嘿嘿嘿嘿，柴堆柴堆柴堆，老六，你看到宋人头了吗？我立刻让他带路赶到柴堆，可惜去晚了一步，柴堆只有一滩血迹。我疯狂地把整个柴堆全部掀翻，也没有找到宋人头。我失望地带着苏老六一起回了家。晚上有一个堂弟叫我去吃饭，说是我们这些小辈聚一聚。规则说不能聚集拜年，但没说不聚集吃饭，找个人多的地方待一下，顺便等一等宋人头。如果等到宋人头，那就和他一起开车，带着苏老六离开村庄。于是我带着苏老六来到了堂弟的家。等我到了的时候，屋里大概聚集了10几人。怎么在这个时候搞聚会？毕竟这2天发生了太多的事。规则上不是说了吗？人多力量大。我把兄弟们聚在一起，就算来10个变态嘎人狂，也要让他有来无回。荒唐，在场的这些人，谁知道有几个是正常的？我还是带着老六离开吧。小七，来都来了，吃个饭再走。这是我大伯家的堂哥，我挣脱不开，只好坐到桌子前。堂弟并没有为难和我一起来的苏老六，他盛了一碗肉，让苏老六到门口吃。放心吃，这是今早新鲜割的猪肉，而不是别的什么肉。当堂哥叫大家开始吃饭的时候，奇怪的一幕发生了，有7个人突然离场，慢慢的走到一边，一股寒气从脚底蔓延到我的头顶。变态嘎人狂和鬼不会在一张桌子上吃饭。根据村长的解释，变态嘎人狂只有3个，所以这些离场的应该都是鬼。也就是说，现在的饭桌上有变态嘎人狂。此时的饭桌上还有5个人，堂哥、堂弟和表姐，以及2个原住民。我把凳子往后移了一下，远离身边的堂弟。就在这时，表姐的胸口突然刺出一把尖刀，打死他的是我一个远方亲戚，叫马包裹。与此同时，有几个人和他站到了一起。装鬼就是方便啊！你们不是鬼，我们只是合理运用规则罢了。小七听范建说，苏老六是规则之外的人。他的眼神让我感到陌生，人心有时候比鬼更可怕。初一只能离开1辆车，还得带着规则之外的人一起走。也就是说，你们几个人里面只能走4个，你们商量好谁走了吗？我这句话一出，果然扎中了他们的痛点。这些人开始面面相觑，不知道心里在盘算什么。只是为了利益，临时凑齐的联盟，破铜烂铁一堆。大家别信他的，他这是挑拨离间，等把规则之外的人抢过来，我们再商议别的事。可惜他的话刚说完，他就被人一刀捅穿了腹部。堂哥拔出刀，闻了闻刀上的血腥味，脸上露出满足的笑容。这个小子有意思，他要留给我来嘎。堂哥是变态嘎人狂。其他人也都看穿了堂哥的身份，纷纷怪叫起来。这时，另外几个在角落的人突然跳了起来，掏出刀砍向马包裹他们，现场顿时乱成一团。被变态嘎人狂嘎掉的人和鬼
会变成变态嘎人狂的奴隶。按照规则说的话，不走等会就来不及了。看着眼前的景象，我趁乱拉起老六就跑出房间。普通人哪里是变态嘎人狂和鬼的对手？不到10分钟，堂哥就带着2个鬼冲出房门向我追来。我带着一个傻子根本跑不快。这时我的前方出现了3个人，是胡剑人。胡剑人3人就像天降神兵，他们拿着刀棍和我擦肩而过。向前跑，别回头。去他妈的规则！只见堂哥和胡剑人他们打在了一起，一会功夫胡剑人就被打飞了出来，身上还中了1刀。小七，快走，时间不多了，带着老六离开这里，你一定要离开这里。我看着不远处剩下的鬼还在激烈战斗，为我争取时间。我含着泪悲伤的带着苏老六一路不停的跑回家。再有10分钟就12点了，等到了12点，我就开车一鼓作气冲出村子。希望今晚过后一切能够恢复正常。10分钟，希望送人头能赶回来。夜空中刚刚还是美丽的星星，怎么忽然变成了一幅幅鬼脸？正在这时，苏老六忽然蒙住了我的眼睛，不要抬头看。星星变成了鬼脸，原来规则里不让抬头看天空的原因是这个。如果有鬼或者杀人狂在你身旁，只要抬头看夜空，星星就会变鬼脸，这是提示。苏老六是鬼或者杀人狂。放心吧，我一定带你出去。七哥也带我离开好不好？范建，你没死。规则中说，变态嘎人狂的奴隶会随着变态嘎人狂的死而消失。杨伟已经死了，他应该消失了才对。我急忙拉起苏老六开车就跑，范建怪叫着冲向我们。小七，别丢下我，别丢下我！我开着车迅速逃离，道路两边突然升起了薄雾，再有几米远，车就驶出村口了。我一脚刹车停了下来。苏老六装傻还要装多久？小七，你猜到了？是啊，我猜到了，3个变态嘎人狂，没死的范建，抬头看夜空，星星忽然变鬼脸。这种种一切，如果我还猜不到，我就是傻瓜了。你根本不是规则之外的人，你是最后一个变态嘎人狂，对吗？苏老六的脸瞬间变得狰狞，他刚要有所动作，拿米来！上次没勒死你，这次看你怎么跑。是送人头，送人头才是那个规则之外的人，一直都是。你怎么会藏在车里？我早就发现苏老六不正常了，想告诉你，可是他们3个轮流跟在你身边，我根本没有机会。杨伟和范建早就被苏老六嘎了，已经成了他的奴隶。那天你出去后，我看到苏老六单独一人，本想勒死他，没想到被范建和杨伟发现了，他们阻止了我，还想把我杀了。我逃了出来，一直四处躲藏寻找机会。我看到你和苏老六跑回来，我知道最快逃离这里的办法就是开车，于是就提前藏在了车尾箱。我们开着车离开村庄，汽车沿着大路行驶了一会，薄雾散去，忽然一阵刺眼的光闪过，黑夜变成了白天，一切恢复了正常。这个故事结束了，希望喜欢小七视频的朋友给个免费的点赞，下个故事在寻找文案中。大家有什么好的故事文案，或者想看什么，可以在评论区打出来，我们下个故事见。